這是地震嗎？是我第一次在室外感受到這麼大的地震哇，你真的是每到一個神社都非常的虔誠。這個菊很漂亮脫窗就是這個感覺。你還撈到魚拿濕的來，拿乾的走。這是要吃到名副其實啊！我的媽呀！我要一直彎腰這樣他會不會覺得我很貪心？這是職人的手法。2隻4500，真的是划算。如果你也厭倦了京都的人潮，那請把一點時間留給島根。在日本西邊有一個連時間都捨不得走快的地方——島根島根。很多人說島根很偏僻，但他們不知道這裡藏着最純粹的神話與驚喜。跟着我出發，這5天一起來看看那些你從未見過的島根風景。島根怎麼去？我們搭乘的航班有飛到鳥取縣西邊靜岡市的米子機場，再計劃從米子租車到島根最熱鬧的松江市區。靜岡很有名嗎？別小看它，它可是日本海沿岸中最大的漁業城市。另一個靜岡有名的原因是日本知名漫畫《鬼太郎》作者水波茂先生的故鄉。哇，還有這個造景你可以坐在它旁邊。為了紀念與推廣，米子機場所以又被稱為米子鬼太郎機場，很酷吧？來鳥取這邊，一開始就先來租個車。上車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聽音樂，還有導航。所以呢，我們現在要 CarPlay， 直接導航就會直接出現在這兒。現在要先去海月丸14分鐘，到這邊點一下，它就会出來了。來日本就是要聽日本的音樂。有不退流行怎么不会变大？变大就是按这里。我们中午抵達時，本來要第一個去吃海鮮當午餐，但正好日本還在放過年，店家都還沒開，只好先作罷。就在米子機場不遠處，1902年啟用的靜岡車站，因為直接銜接水木茂大道，外加周邊滿滿鬼太郎元素，也讓這裡被稱為鬼太郎車站。好慢哦！鼎鼎大名鬼太郎就是你啦，怎麼看起來很憂鬱啊？對啊。水木茂大道兩側隱藏了眾多妖怪元素，還能看見各種妖怪銅像，大家可以找找看，全部銅像可是有177個。摸一下，摸一下，打磨，好冰哦！摸到頭都是流光秃秃。三隻都褪色了。蠻成功的啦。碎啦！就在這裡，全日本唯一的妖怪神社，眼球老爹的眼球，要摸一下。它好像是可以轉，不行，很冰嗎？可以轉好好玩哦！向妖怪神社參拜吧，交通安全、2除開運、治癒疾病都可以向妖怪們祈求。就是摸了好像就是會有不可思議神力感受神力是吧？神力還不錯。這條路上有一間妖怪食品研究所，專賣超搞笑的眼睛和果子，在日本的 SNS 是爆紅美食。我變成一顆眼珠了，脫窗就是這個感覺。熱的嗎？不是冷的，超甜的紅豆，爆炸甜。我以為會出現這個眼球，如果會出現這個眼球的話，就太油了。我不想要出現別的。看到一間牛骨拉麵營業中，午餐那就是這家啦。從牛骨中萃取湯汁，透明香醇，味道濃厚卻有清爽的後韻，不愧是鳥取的特色拉麵。吃飽喝足，我們打算前往松江市區的路上出發。途中特意經過了知名的江島大橋，因為陡峭的坡度一舉成名。不過實際開上去才知道，原來看起來很陡峭的坡道，只是攝影上運用長鏡頭的拍攝手法而已。實際上，大家如果租了輕型小馬力的車，走江島大橋，爬坡可是一點都不困難哦。穿過大橋之後，這裡有一個很知名的回遊式庭園——遊志園。悠閒以日式庭園建築、人參和全年盛開的牡丹聞名，是來到山陰地區必訪的景點之一。這是給花戴帽子嗎？很大顆的。蓮花我也不會懷疑。把牡丹種在這裡面，這就是牡丹的溫室。
我覺得日本庭院都蠻適合拍和服婚紗。後樂園超多人去拍婚紗照。開車開到松江市區，已經晚上了。經過了在松江車站旁邊的伴手禮店，來看看島根的名產有什麼。肉稻湖的名產，西吉米。台語在講啦，辣鹹。三大名物，那怎麼這麼多？它有這個，這三個是它松江的三大名物。等一下我们就把它吃掉。哦，試試看。菜種里、落草、山川。甜的，我鸡摸鸡的哦。它外面这個綠色的，吃下去的時候會有卡基卡基的，然後裡面就是麻糬。總體來說是甜的，然後卡基卡基吃起來的時候，你會以為好像在吃鹹的草。基本上應該是跟第一個的質地是差不多的，它沒有那麼沒有那麼糯。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吃過那個鹿港有個東西叫做鳳眼糕，味道幾乎跟它一模一樣。所以粉紅色跟白色應該是一樣，應該是一樣。現在是2026年1月5號，我們預定了一個福袋，是 Mr. Donut。江江，先暫停一下，你們可能會好奇我們怎麼入手福袋的。在來之前，我們有在不同品牌的網站上訂購福袋，只要選好取貨日期和門市，再來到門市領就可以啦。至於 Mr. Donut 的福袋裡面有什麼嘞？波提的迷你抱枕。記事本啊，筆記本，黏膩的那種。這有它的圖鑑。它就是寫在那個記事本裡面，然後呢，告訴你一天要吃一個這樣。這是什麼？咖啡包？對。小方巾嘛，小方巾。哦，聯名款。 55周年的感謝卡。最後最重要的是這個啦，35個甜甜圈的兌換券。哦，一次可以換35個嗎？你要一次換。你要一次換也是可以啊。我們在隔壁的時候看到麥當勞的福袋。竟然沒有抽完，很幸運的買到了這個福袋。然後裡面有什麼呢？豬腳。大麥克才有葉子。哦，是保溫罐。打開來其實蠻可愛的。可是很小。你今天想喝一個那個玉米濃湯，對，還不錯啦，造型可愛啊。小方巾，有那個漢堡神偷、奶昔大哥等等，蠻高的耶。這應該可以帶出去野餐啊。價值3910元的兌換券，馬上就把兌換券全部用光光。還有這個勇者鬥惡龍的史萊姆，優格汽水，很可愛耶。我們現在來到31冰淇淋，其實很可愛耶。31冰淇淋的福袋們，這個是總共3500塊的折價券，這個是小小的計時器，它是倒數計時啦。希望它會有特別的聲音。就是冰冰冰，造型很可愛。31冰淇淋的福袋們，那後面還有一個福袋，敬請期待。我剛第一口覺得它很好吃。晚上下榻位於肉稻湖附近的松江新都市飯店，飯店1樓呢有提供很多不同的備品，大眾浴池也可以泡湯。入住的時候還可以拿免費飲冰飲料。房間大小普通，但是蠻簡約乾淨的。小編最喜歡的是它的廁所是乾濕分離的哦，這個超讚。這間飯店有一個最大的特色，但是我在這裡先賣關子，我們明天再來揭曉。大家早安，延續昨晚沒說完的話題。這間旅宿最大的特色呢，就是擁有良好的地理位置，在飯店吃早餐時，可以透過玻璃窗一邊欣賞肉稻湖的景色。肉稻湖新吉口。湖水與日本海相連，形成了淡水鹹水混合的獨特生態。盛產肉稻湖7珍海鮮而聞名，顯貝就是其中之一。這裡更是被選為夕陽百選。今天官方計算的肉稻湖夕陽指數只有40%，看起來出現夕陽的幾率不高，但沒關係，我們等一下趁白天的時候先去其他行程，傍晚的時候會再回來看有沒有機會看到夕陽。天氣其實蠻好的啊。上午計劃呢，就是要松江城附近逛逛。我們先體驗了絕川遊覽船，遊覽船會沿着松江城護城河繞一圈，周邊的景色都還維持着400年前江戶時期的模樣。
用悠哉的方式欣賞古風氣氛。屋根が下がりますので、今人が少ないので横になってもらってください。決して後ろはダメですよ。挟まります。大丈夫ですね。はい。これ半分です。半分？はい。これ半分ですか？哇！被壓扁了。第4回。4回。哦，這個真的暖。我們要準備過橋嘍。この橋は昔藩の偉いさんが渡って登場しておられました。そこは武家屋敷といいまして、そういった方の暮らしを再現しています。小泉役の宮殿、小泉役の記念館がございます。小泉役もご存知でございましょうか。ラフカディオ藩、ギリシャ生まれのアイルランド人でございます。日本に来て祭り英語教師として入業しました。奥様の小泉節さんからいろんな話を聞きます。妖怪の話、お化けの話。この話を聞いて書いた小説が雪女、入名正一でございます。日本のアーティストでオフィシャルヒゲダンディズムというのがありますけど、彼らのデビュー前の練習場でございます。他說穿過這個橋之後，因為旁邊是住戶，所以他就不怎麼講話，會有請安靜。右前の方にハートマークが置いています。これはその先にございます上屋橋、ここに入る前に屋根を下げますよというね合図になります。超低点，只手，有空間。この橋は低いと同時に幅も非常に狭くございます。船べりが時々接触することもあります。哇，很窄這個，好像在走什麼時光隧道的感覺。有個重見天日的感覺。繞一圈了，結束了，要靠岸了。回來嘍！日本國寶松江城跟小編以前探訪過的丸岡城一樣，同樣都是現存12天守閣之一，結構保留完整，可俯瞰整個松江市區。松江城前面有一個超突兀的顯眼包，星雲閣，淡雅的綠色與華麗的裝飾相當美麗。最早呢是作為天皇的暫時居所，現在則成為松江市各種展覽會和會議的作用。這是地震嗎？是哎。我第一次在室外感受到這麼大的地震哎。再來，我們來到小泉八雲紀念館，隔壁間是他的舊居。NHK 最近在播放有關於他的故事晨間劇，超紅的。這附近有一間茶室，叫做明明安，在小山坡上的茅草屋裡面享用茶道，是參訪過去的藩主不昧公的品味設計的。很可惜，因為剛剛的地震暫停營業，我們便放棄了。在護城河的旁邊有一個岩見神手，其實很漂亮哎，這條道路。要跟他同一個姿勢走過去啊。對，要這樣。愛心小洞，結緣的樹洞。下午，我們前往此趟的第一個神社——八重垣神社。相傳數千名尊在這裡斬殺了八岐大蛇，拯救了快被獻祭的島田姬，並迎娶了她。他們在八重垣這裡定居，於是這個神社便因此成為日本結緣與婚姻的發祥地。在這裡最有趣的是鏡之池的緣分占卜。先將算命的紙漂浮在水面上，再輕輕放上一個硬幣。如果15分鐘內就沉下去，代表緣分很快就到了；如果沉到30分鐘以上，那代表緣分比較晚才會來哦。哇，下去了。其實我們對於另一個神社也很感興趣，隱藏在山中，開車只要15分鐘的熊野大社。據說這座神社是和出雲大社齊名的高格調古老神社，創建於神代，作為火之起源的神社。算準時間，我們一路開回到肉道湖旁，等待天空漸漸泛橘。還蠻推薦島根美術館南方一點點的這個停車場，只要過個馬路就可以抵達湖邊。喲，你在做什麼？你在找拉二嗎？找拉二。
這時，小編就想起了一個都市傳說：美術館前面有12隻跳躍的兔子的藝術造景。傳說中，摸摸第2隻兔子，在線上肉到狐狸的蚬殼，良緣幸福就會降臨。等一下，還是有沒有小鏟子？哪來的鏟子？對，是麥當勞的鏟子。哪幾個漂亮？等一下就帶這個去吧。有2個布達的像，滿滿的都是蚬。來，這個就是給你的，要祈求我們好運哦。早上看夕陽指數只有40的時候，還很擔心看不到夕陽，沒有想到已經有如此程度。大家以後想來看到夕陽指數不太高，也不用擔心，不要放棄希望啊。當肉稻湖的湖面被染成橘紅色，小編想啊，松江人的日常或許就是散步到湖邊，看着夕陽沉入水面，安靜的看一場日落，找尋最純粹的平靜。因為接下來2天我們的行程都不在松江了，於是我們在落日之後移動到了出雲。硕士人的傳統是吧？跌倒没有什麼出來就不錯。来了，哦，看起來不錯呢。海膽配鮪魚，這個呢是全海膽的飯，金木雕，这也是好吃的，是高檔貨。要不高檔哦，这翻車現場，結果爆點一波，太餓了。晚上入住的這間飯店就位於出雲市車站附近，大廳很寬闊，剛好也是飯店的餐廳。我們沒有訂這間的早餐，不過每晚8點到9點半都有提供小碗的鹹拉麵可以吃。房卡很可愛，有日式氛圍的圖案。這個是女生的泡湯卡，泡湯卡也是雙面的。個人備品的種類不多，有大眾湯位於1樓，雖然裡面小小的，但是如果早上6點到10點來泡湯的話，可以喝免費的養樂多。好小，熊本，好小。房間以1個人住的話很大，還有沙發空間，整體是蠻舒適的。哦，很新哎。很新哦。沒有嗎？對啊，沒有蚬。真的沒有蚬。沒有啦。你有啦？有啦，一個面醬沾的是不錯吃啊，但是光喝湯可能就不行。吃完鹹拉麵，大家還記得我們昨天開了3個福袋嗎？我們還有第4個預定的日清福袋還沒開箱。在來日本前，我們直接跟飯店說好我們會寄來這裡。現在 check in 完了，直接來開箱看看都裝些什麼東西。2026，馬年新年快樂 ！Oh my god， 總共有26個，26碗，這個才是最令人期待的。是這個。這是什麼呢？泡麵。这是泡面嗎？小泡麵不是。這才是泡面。超小的迷你碗。泡面掉出來，然後它是鍵盤刷，也可以當桌上的抹布。再來，我們的福袋呢，總共會有26碗泡麵。這是要吃到名不其言啊！我的媽呀！重點是26碗，我們帶得回去嗎？第3天是我們在出雲的第1個早晨，喝上一杯好咖啡可是不可或缺。這間咖啡店是在地的鄉土咖啡店，有着復古的懷舊氛圍。老闆對於咖啡可是頗有一套堅持。就在我們觀賞他精心沖泡的咖啡過程，他還送我們一張漂亮的明信片。我們點了綜合咖啡 Blend Coffee 和不同口味的玫瑰麵包，可是島根縣出雲地區的代表性名物。非常典雅的一份早餐，這是鹹的，唯一的鹹的口味，蛋沙拉。再來這是草莓奶油，真的有放蠻多，很軟，很軟。哦，你就是削下來的時候，其實奶油就在旁邊了。非常有韌性的一個麵包，我來吃吃看。非常的清爽，不會有那種很膩的感覺。這個奶油。今天預計要出發去一趟赫赫有名的出雲大社，交換能夠作為御守的神沙，求一個良好的緣分和好運。但是呢，緣分有好也有壞，結好緣之前必須要先斷惡緣，
跟壞元說拜拜。於美神社就是供奉專門斬斷惡緣的劍靈，它也有一個很獨特的參拜方式，在緣切木牌中寫下想要斷的惡緣和想要結的好緣。供奉木牌2里2拍1里，將木牌劈開，吹氣，然後將它放進切盒裡，順時鐘繞行正殿，把剛剛想要結的緣供在這裡，然後就可以再拿起來帶回家。很激烈。股票大漲。先疊一下我买。這樣就完成啦。希望壞的緣分不要跟着我們來到新年。離開於美神社，我們下一個前往的是這裡道佐之濱。我們來到海邊，這個是道佐之濱。海邊這塊岩石叫做變天島，上面供奉着海神風玉皮古命，就是在這裡挖取想要交換用的沙。好，我們現在要撈運氣的沙子。來，這個大了，這個大了。你要撈到魚耶，有魚耶！哦，真的耶！怎麼辦？那就把它倒掉啊！就是把它倒回去啊！哦，超小的魚，而且我的沙装蛮多的，好有趣哦！所以要带罐子、密封袋，然后防水鞋。对，防水鞋是必須的。不打廣告，不打廣告。所以我們現在要帶着這瓶沙，然後去出雲大社去換沙子。Let's go！ 等不及走進去出雲大社換沙，我們肚子就先餓了，所以我們先找了一間餐廳，先來果腹。好，我們來到出雲大社旁邊，然後這個是出雲 soba 的店，叫做八雲。出雲蕎麥是島根的代表美食，鴿子蕎麥 Warigo soba 則是出雲地方獨特的吃法。這是第一個山藥，第2層是蛋，然後第3層是天婦羅碎，然後第4層是柴魚，第5層蘿蔔泥。醬要先在上面攪一圈，然後可以加它的調味料。有香氣嗎？有誒，其實蠻香，那個柴魚的醬油的味道有出來。A few moments later， 那這個蕎麥麵的吃法呢，就是開第2層之後直接往下倒，這樣它第1層的精華會全部倒到第2層裡面。好，這是第2層，最後1層是蘿蔔泥，所以這層香氣會很夠。還有你的口水進去了。那個沒什麼香氣。吃飽後來到出雲大社的境內，大家會發現有很多的兔子雕像。這就要講到英幡之白兔的故事了。以前大國主神在英幡的海岸看到一隻受傷的白兔，並協助白兔恢復健康。白兔作為報恩，協助大國主大神順利娶到英幡國的美人阿尚比麥。英幡之白兔傳說就這樣流傳下來，有趣吧？大家想要知道更多故事細節，可以去看一看原本的故事。也就是這個原因，出雲大社這裡供奉的是大國主大神，又被稱作為掌管姻緣大神。不管夫妻戀人或是單身男女，無不前來尋求一個好緣分。這裡可以說是結緣的聖地。出雲大社還有另一個重要的文化背景，每年的農曆10月，全日本的神明都會聚集在這裡開會，討論人間的姻緣和來年的運勢。在出雲就稱為神在月，而其他地方則稱為神無月。OK， 我們來到那個本殿正後方的素兒社，就是要換沙子的地方。等一下，那我先拿湯匙。果然，如想象中的倒不出來，因為它是濕的，它是整個揪成一塊。好扎實哦，这個比布丁還要扎實，麥當勞的湯匙都會斷掉的扎實。嘿，半杯的量，我們要拿半杯的量走。好像再一點點。好，差不多。拿濕的來，拿乾的走。現在最明顯的就是，沒有拿到剛才別人的。那我們就是帶走這裡的好運。出雲大社全日本最大的注連神，十分壯觀，能感受到其不可取代的歷史跟文化意義。參訪完出雲大社之後，我們走出大門來，
正對面就是一條神門通商店街。因為地緣的關係，整條街的商品美食都會有一些神話的色彩。這間是販售結緣筷子的商店，還沒結婚或單身的朋友來買筷子，刻上自己的名字，等結婚之後再帶另一半回來刻上另一半的名字，到時候老闆就會送一雙新的。至今可是有1200多對回來兌換，成雙成對的，真的很浪漫。除了出雲蕎麥麵，出雲善哉也是一個具有代表性的鄉土靈魂食物。在旁邊的和果子老店板根屋，他們的招牌就是出雲善哉，其實就是紅豆湯。據說是以前供奉神靈的神在餅，只是因為在島根的方言聽起來很像，就慢慢訛傳變成了善哉。這個是河豚燒，這就是觀光財啊，觀光財，但還是買一下，因為很可愛。耶、啊，好小啊，好小一個。這個300塊啊，紅豆。哦，阿面麻糬哦。神在的河豚燒。看到草莓就忍不住了。哦，晶瑩剔透哎，這個外面那個糖看起來很好吃啊。就是糖葫蘆啊，講什麼？這個是廣告不實啊。它圖畫5顆哎，然後我們這邊只有4顆。如果不好吃就，你也只能這樣。來大師咖啡，來一杯咖啡。你看它的那個 logo 印到上面去。哎，真的。那哪一個？它有2026这邊的，就那個。我要那個元節那個，它還有大國主神對面的。OK， 再來就是來這裡最重要的一個行程，就是來出雲大社前面的星巴克，全日本就只有這裡賣的瑪瑙風格的馬克杯。你這樣講，我就很想買。這真是只有這裡有啊？它是每個花紋不一樣，是不是？對，就算是同顏色，每一個花紋都不一樣。据說摸了會好運。超可愛的，鏘鏘！昨天在肉道湖感受了百選夕陽的美麗，在出雲地區也想看夕陽的話，在距離出雲大社車程大約20分鐘的地方，日御崎是推薦的賞夕陽之地。離開出雲大社之後，我們沿着西部海岸線就走到了日崎燈塔，剛好現在是夕陽的時刻。哎，這個菊很漂亮哎！哇，這個海風是真的大，其實大家感覺不到，但是其實我們臉上有一點點的細細的毛毛雨。哦，這個風是真的很大。島根之旅第4天，因為我們沒有訂飯店的早餐，所以我們隨意跑出來探險，發現了一間賣漢堡的早餐店。知道今天會比較冷，但沒想到下雪了。今天的行程只有一個目的，前往在島根的世界遺產石見銀山，在16世紀是全球重要的銀礦之一。途中順路經過了一個神社——物部神社，我們開了40幾分鐘來到這個物部神社。傳說是這裡的神駕着鶴來到這個地方，直接有鶴的雕像在這裡。你要拜嗎？要啊，當然要啊。哇，你真的是每到一個神社都非常的虔誠，非常虔誠的小編。这個是物部神社的符盒，它是可以用，它是可以掉的。掉到嗎？好像在玩那個磁鐵吸那個魚。它要了哦，成功了，耶！哇！而且後面有物部神社，我只記成服部神社。今天太冷了，所以看到這個火堆，忍不住的過來了，而且不想走。再度行駛15分鐘飄雪的路程後，我們先是抵達石見銀山世界遺產中心。上來石見銀山，下雪了，下起大雪。
世界遺產中心室內有展覽，講述着以前石見銀山如何發展與開採銀礦。原來早在16世紀，曾達世界1/3的白銀產量，是全球重要的銀礦之一。跟其他礦場不同的是，石見銀山成功與山林共存，被列入世界遺產的關鍵理由。来，大力士时间到 ，Show me your power。银塊30公斤。跟平常重训有差吗？有點忘记我平常是這樣打，對，但是差不多 OK。去年新北市的黃金博物館和石見銀山世界遺產中心締結成為姐妹館了，一個金礦，一個銀礦，很適配哎。我們要前往石見銀山的礦坑龍源四間部，從這裡要先搭乘接駁巴士到大森町老街。在大森町下車之後，沿着老街一路走下去才會到。這段路程大概有3.5公里，走路的話是很悠閒啦，但是得走上1個多小時。下車的地方旁邊有一間河村自行車租借，可以租借電動單車，或是坐上他們駕駛的高爾夫球車，一次可以坐6人，但是搭乘的時刻並不算多。租單車對我們來說還是比較方便一點。可能是冬天的關係，在大森町上沿途開的店家其實不多。很難想象，在當時這樣的小鎮竟然湧入了40萬人口。雖然採礦業如今已經式微，但原有的文化景色都還被完整保留下來。就在老街當中，有一間店還開着，群岩堂是根植於島根縣石見銀山地區，將食衣住融入生活美學的品牌。裡面販售了很多簡約卻極具質感的日式服飾、生活小物、陶器、碗盤等等。這裡不只是一個購物空間，更像是一個放鬆的溫馨小店。群岩堂不僅在島根展現魅力，如今在日本各大百貨公司也能看見這個品牌的身影。大家如果來石見銀山，蠻推薦來這間群岩堂，說不定可以找到你的專屬小物。快到礦坑之前，有一個小岔路可以去清水谷製煉所跡。這是明治時期政府嘗試復興銀礦業而建造的加工廠，但是銀山經歷了350年的開採，資源早就枯竭，因此僅僅1年半後，清水谷製煉所就關閉了。為了降低損失，當時的設備還有很多都轉移到其他的礦場，其中就包含了9份的礦場。好啦，我們終於騎到這裡了，騎了幾公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我看是這個哎，這是銀锭，這是超巨大的銀锭啊！塑膠的，就給你看樣子嘞。史跡石見銀山遺跡，龍源4間部，然後入口就在裡面。走進礦坑，頭上注意，頭上注意，我太高了，我要一直彎腰哎。裡面的坑道完整保存了當時的樣貌。這邊有小小的介紹。排水坑，這條垂直的坑道是用來將坑道內的水排到100米以下的排水坑內。竟然有寫中文，我以為它整串都是日文，然後超長一個。這就是石見銀山的龍源4間部啊。OK， 到了一個中間區域，舊坑道。這邊是更細的細小坑道，哇，幾乎要側身了耶！這邊就是新通道，然後就比較舒適一點了，一路往上走。不知道現在有沒有剛好有銀塊可以讓我剝下來，我就發了。也還是不錯啦，至少可以賺一些零用錢。哎，累的話可以搬下來坐一下，啊，坐一下，啊，舒服。OK， 到平地了，就是出口了。這邊就是一些小小的歷史介紹。這個坑洞從江戶時期就開始挖了，他們在挖完之後還要搭建木頭，才不會坍方。啊，出來了。這是我們剛剛挖出來的銀礦，超大刀哦，超級塑膠感，撿了一個盾牌出來。哇，太大力了！那個兔子被蓋住了。啊！
我以為它是後面的，太淡了。我以為它是後面的。這是小插曲啊。OK， 道具用完了，歸還你的盾牌吧。從礦坑出來之後，我們一路悠悠哉哉騎回剛剛租車的地方。因為我們只有租2個小時，我們打算先還車，再簡單找一間小餐廳吃點東西，再去其他比較近的地方走走。這是soba set，太冷了，一定要喝個熱。啊，這就是我的定时，哎，超大碗哦！我应该要选这个看起来超好吃。這個石見銀山資料館是元代官所遺址，是當時德川幕府設置管理大森地區的地方官吏，裡面還有當時石見銀山管理的相關文獻。趁着等接駁車的空檔，我們來到了就在旁邊的承上神社。承上神社是銀山和大森地區的守護神，神社周圍氣氛很幽靜。我們發現了一個很小小的小巧思，站在天花板繪畫的龍頭的位置底下拍手，會獲得最大的回音。據說日光的東照宮裡面也有這樣的巧思呢，蠻想的啊。哦，有，对，这其他地方是没有，这就没有，这里没有。嗯，哇，積雪了，積雪了。下山之後，長途跋涉，開了1個多小時，我們回到了出雲市區，找到了一間開很晚的店，吃味噌拉麵。因為明天是傍晚回程的飛機，所以這一家就會是我們這趟小旅程的最後一個晚餐啦。第5天，這是我們在島根的最後一天，我們離開出雲，要前往日本最古老的溫泉之一——玉造溫泉。這裡的溫泉水質富含對皮膚有益的礦物質，所以常聽到美肌之湯就是指這裡。那為什麼要叫做玉造呢？在古代，這裡盛產瑪瑙，是勾玉的製作原料，因此得名咯。勾玉的框的路燈，好聞的空氣，不用錢哦。要大口大口吸。玉造溫泉的 logo， 對，玉造溫泉等於溫泉加勾玉，再加大自然，大自然加歷史，再加歷史，蠻可愛的。不是我做的，我用的。玉造溫泉充斥着結緣的意象，有很多有趣的互動景點，其中之一就是這個青年寺。相傳過去有一位連長胎記的僧人，在這裡祈願之後，竟然就痊癒了。那他有做什麼事嗎？沒有，他就是虔誠祭拜而已。哦。啊，好好，我也想要這樣。合掌拜，不拍手。然後要拿出來寫牌子，不在一個你想要變美的地方。T 字部位，對。嘿，我怎麼感覺好像在褻瀆他這樣畫？然後還有2側，這樣。沒有啦，我其實下巴有很長痘痘，整個給他，好，就這樣。哦，直接掛就好嘛。有啦，大家也都是塗得很慢。啊，可是他的筆在哪裡啊？哦，在這裡。哦，對啊，他還要哦塞一些，我丟個100塊，讓我的肌膚變好一點。哎呦，整個臉給他塗，這樣他會不會覺得我很貪心？不會。哦，真的是寶寶爽身粉的味道。放回去。哎呦，大功告成。再來，我們要走去這裡最古老的神社——玉座湯神社。通往神社的鳥居前有一個紅色的橋，宮橋又被稱為實現戀愛之橋。據說只要在這裡合照，同時入境橋跟玉座湯神社的鳥居，戀愛就會實現哦。再來，我們要參拜古老的玉座湯神社。這個神社有趣的是，可以制作自己的玉手。先在鳥居前的社務所買成願石。我感應一下。其實不管怎樣，都是石頭來選你。OK， 然後我們就上樓，要爬一個小小的階梯，再來到拜殿前參拜。
二敬禮，二拍，一敬禮。接下来我们要去洗石頭。真玉是充滿神靈之力的石頭，這時就可以打開剛剛買的成願石。哇，你是純黑的玉石。舀一瓢水將自己的成願石洗乾淨，再撈一瓢水淋在真玉上頭，拿着成願石接觸的真玉來獲得靈力，同時許下自己的心願。最後寫上姓名、地址及願望，丟入旁邊木箱傳達給神明。許願時就可以包起來帶回家，變成個人的御守啦。那這個就是帶回去的。好嘞。離開神社，我們繼續來逛玉造溫泉的街區。這個路口的湯藥師廣場旁邊湧出的溫泉水，還可以裝回家當化妝水用。這邊還有那個瓶子可以讓你裝回去，200塊一瓶，說明是溫的。燙的。這是真的是溫泉。你知道古時候有那個嗎？賣油翁，为首首爾，馬上來噴噴看。看起來其實像水啦，所以感覺不出來。就跟你泡溫泉一樣。對啊，它就是泡溫泉，只是你用噴的。來到對面的戀來景，在這裡用100日元買一包戀愛元素。如果有鯉魚出現，吃了你的戀愛元素，就代表你的戀愛也會來哦。鴨子來了！鴨子來了！加油，它壞了！鴨子來，鴨子吃掉了！啊！怎麼辦？太難了！你的戀情，我太困難了。你的戀情就這樣被鴨子給阻止了。你太爽了吧，鴨子！不是給你吃的啊，它是看不到啊。慢下步調，你會發現這條流經玉造溫泉街的玉湯川，可以說是玉造溫泉的靈魂。側邊兩側的街景充滿神話故事的銅像造景，河川兩邊有足湯可以休憩。溫泉水是64度，超燙的。這個是河中的瑪瑙，然後也會摸了可以帶來好運。嘿，呵，這姿勢好醜啊！那個蜘蛛人。我們剛剛買了一個拉造型的馬德蓮，這樣看其實看不太出來。對啊，因為你買巧克力的啊，巧克力的跟這個顏色差不多。猜吧。看不太出來。看不太出來。對啊。等一下看你那個。這個應該比較像。有誒，這個就長得比較像啦。結束了玉造溫泉的行程，我們慢慢移動回到機場所在的近港。還記得我們第一天剛落地時，因為那時候海產因為新年後的關係，市場店家都還沒開。現在回到機場附近的近港水產直賣中心，一定要再來補吃一下這裡道地的海鮮，現撈的螃蟹新鮮又便宜。哇，好大隻哦！哇，這是我們今天的午餐，2隻4500，真的是划算，但是也卡不一樣。而且你會發現哦，看他們弄，你就發現原來是這樣吃的。對啊，哇，它噴汁耶！這是職人的手法，哪些可以吃，哪些不能吃。吃螃蟹肉，換算台幣不到1000塊，900塊。而且都幫你剝好嘍。哇，滿滿的都是肉。你不要以為只有蟹腳可以吃。是啊，蟹身體，然後腳裡面都還有那肉。最後我們開車回到機場啦。這5天4夜的鳥取與島根神話之旅，像是一場短暫的心靈沉澱之旅。從神社到肉道湖的晚霞，帶來更多的是心靈飽滿富足。如果你也喜歡這一次的旅行記錄，別忘了訂閱我們的頻道，並開啟小鈴鐺。大家的支持是我們繼續出發的動力。讓我們在下一個日本的景點再相見嘍！